本小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 OLED 显示屏的驱动函数模块。首先，我们还是看一下经线图。我们打开4-1 OLED 显示屏的图片，看一下。这里我把 OLED 插在了面包板的右下角，以后我们就一直把这个屏幕插在这里哈，需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使用。而且放在右下角也不是很占地方啊。那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4针脚的 OLED 屏幕， GND 和 VCC 需要接电源的负极和正极啊。我们可以在 OLED 的下面啊，像这样先插上2根线，把 OLED 的 GND 引到负极供电孔， OLED 的 VCC 引到正极供电孔。另外，这个供电孔也会同时接到 STM32 的 PB6 和 PB7 2个引脚。不过这个也是没关系的，我们直接不初始化这2个引脚就行了。STM32 的引脚上电后，如果不初始化，默认是浮控输入的模式啊。在这个模式下，引脚不会输出电平，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接这2根跳线，直接给 PB6 口输出低电平， PB7 口输出高电平，用 GPL 口直接给 OLED 供电，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哈。因为这个 OLED 功率很小，所以也是可以驱动的。不过这种用 GPL 口供电不是很规范啊，自己玩玩的时候用就行了。要做实际项目的话，最好还是用电源供电。好，那插好这2个供电跳线之后，再把 OLED 插到 PB6 到 PB9 这4个口，这样 OLED 就接好了。此时 OLED 的 SCL 接到 PB8， SDA 接到 PB9。 那我们在面包板上插一下电路哈，先用跳线引一下电源，负极供电孔引到 PB6 的位置，正极供电孔引到 PB7 的位置，然后拿出 OLED 屏幕，插到 PB6 到 PB9 的这4个孔里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回到工程文件夹，复制一下按键控制 LED 的工程文件夹，改个名字叫4-1 OLED 显示屏，打开工程。这些原来的代码也都删掉，把这些其他的显卡都关掉哈。现在这就是 OLED 显示屏的工程了。接着我们回到工程文件夹里，我给大家准备的 OLED 驱动函数模块就放到这个1-4文件夹里了，大家可以下载程序源码查看哈。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，里面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4针脚 Alpha-C 版本，另一个是7针脚 SPI 版本。我们打开4针脚版本的文件夹，里面有3个文件哈，我们直接全部选中 Ctrl+C 复制，然后到 OLED 显示屏这个工程里来，打开 Hardware 文件夹，把它们粘贴到这里来。之后打开 Kill， 在 Hardware 处右键，添加已经存在的文件，打开 Hardware， 文件类型选择所有文件，按住 Ctrl 键选中这3个文件，Add， 这样就把这个 OLED 模块添加到工程里面来了。我们打开分别看一下这3个文件都是什么东西啊。首先 OLED.C 里面就是函数的主体代码了，里面包括了引脚配置、引脚初始化、iPhone-C 通信的基本时序和 OLED 用户调用的代码等。
这些函数我都已经写好了哈，绝大部分都不需要更改。我们需要更改的就只有上面的这两部分代码。第一部分是引脚配置，这里选择的是你硬件电路上把 SCL 和 SDA 这两个引脚接在了哪两个端口上。比如我这里 SCL 接在了 PB8， 那这个地方就是 GPLB、GPL Pin 8。如果你换个端口，比如接在 PA6 上，那这个地方就要改成 GPLA、GPL Pin 6。下面这个 SDA 的引脚配置也是一样哈 ，SDA 接在了哪个位置，就改成 GPL 啥、GPL Pin 啥。然后下面这个 OLD-F1C Elite 函数里也得更改哈，这里面就是把 SCL 和 SDA 的两个引脚都初始化为开漏输出的模式。这部分代码大家学了上一节 GPL 之后，应该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吧？具体更改就是使用到的 GPL 外设都先用 RCC 开启一下时钟，然后下面初始化 GPLB 的 Pin 8，再初始化 GPLB 的 Pin 9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所以对于这个模块来说，我这里默认用的是 SCL 接 PB8、SDA 接 PB9。如果你想修改，那先把上面这两行引脚配置改一下，再把下面这里的端口初始化改一下，剩下的都不需要修改哈，就可以直接使用我这个 OLED 驱动函数模块了。这就是 OLED.C 里面的东西。接下来 OLED.H 里面，这里就是外部可调用函数的声明啊，其他的也没啥了。最后是 OLED-Found.H 文件，这里存的是 OLED 的字库数据，因为这个 OLED 显示屏是不带字库的哈，想要显示字符图形，还得先定义字符的点阵数据。那这里就是这些字符的点阵数据哈，也就是字库。OLED.C 文件的显示函数会用到这些数据哈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复制过来放到工程里。当然字库也是不用我们修改的。复制完成之后，我们就来试用一下吧。先编译一下哈。没有问题。然后 main.c 上面先井号 include old.h， 之后 main 函数里主循环之前先调用 OLED-Elite 初始化 OLED， 然后试一下 OLED 修 char 显示一个字符啊，先写行列坐标，坐标的定义是这样的哈，总共4行16列，那我们写1行1列，第3个参数写一个字符啊，字符需要用单引号括起来，然后 A， 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们试一下啊，编译，下载，可以看到 OLED 的1行1列显示了一个字符 A， 然后 OLED 修 string 显示字符串，1行3列显示字符串，字符串需要用双引号括起来，然后 Hello World 感叹号，再看一下，这就在1行3列显示了 Hello World 和感叹号。这里注意计算一下坐标和字符串长度哈，不要让它超出屏幕了。这就是显示字符串。
然后 ORD show number 显示无符号十进制数字啊，在二行一列显示12345这个数字，长度为5，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效果。如果你这个长度参数比数字长度长啊，比如6，那它就会在前面补0，像这样。如果这个长度参数比数字长度小啊，那比如4，它就会把高位的数据切掉，像这样啊，最高位的1就没有了。这就是显示无符号十进制数字，这个只能显示无符号数啊。我们可以跳转一下定义啊。这里每个函数我都写好了注释，关于函数的作用和参数取值范围，大家都可以看一下。这就是这个函数的用法。然后 ORD show send number， 这个是显示有符号十进制数字的函数，比如二行7列显示12345，长度为5啊。编译一下，下载。那现象就是这样哈，数字的前面会带一个正负号。如果显示-66，长度为2啊。再看一下，现象就是这样。然后是 ORD show hex number， 显示16进制数，比如3行1列显示 0xAA55， 长度为4。看一下哈，现象就是这样的。接下来是 ORD show bin number， 显示2进制数，这里写4行1列显示 0xAA55 这个数。因为 C 语言不能直接写2进制的数啊，所以这里我们只能用16进制来代替。这个我还是比较奇怪的哈，为什么 C 语言作为一个底层计算机编程语言，却不支持直接写2进制的数呢？况且 C 语言最终还是要翻译成汇编语言的，汇编就支持直接写2进制， C 语言却不支持。虽说2进制比较长，一般都用16进制来表示啊，但难免有的时候直接写2进制会更加方便。C 语言直接就不支持写2进制，那咱也没办法，这里就只能用16进制来写了。这个16进制表示的2进制数是16位的哈，所以这个长度给16。编译下载看一下。这里就显示了 AA55 对应的2进制数据啊，也就是1010 1010 0101 0101。最后还有一个函数 ORD clear 清屏啊，我们在最后调用一下，看一下。这时候 ORD 就不会显示任何东西啊，因为在最后 ORD clear 把全屏都清屏了。如果你只想清除部分字符，那可以用 ORD show string 啊，在你想要清掉的地方显示空格字符就行了。好，这些就是我这个模块里所有的函数用法了。这里先改回来哈。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Kill 的调试模式啊。这个调试模式我教程里可能用的比较少啊，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。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家之后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，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调试模式。
说不定就能很方便的解决你的问题了。那我们换一个 LED 闪烁的工程作为例子哈。然后工程选项 Debug 这里可以对调试选项进行配置，这里默认是选择右边的这一项啊。这个是在硬件上在线仿真，需要我们把 ST-Link 和 STM32 都连接好。如果你不想连接硬件，也可以选择左边的使用仿真器这个选项，这样就是电脑模拟 STM32 的运行了。那我们就使用硬件的在线仿真吧。首先，在进入调试模式之前，需要先连接好 STM32， 之后编译一下，确保工程没有问题。现在这里编译是没有问题的哈。然后点击这里的放大镜里面带一个 D 的图标，进入调试模式哈。在这个界面里，主窗口就是我们的 C 语言程序，上面这个窗口就是 C 语言翻译成的汇编程序。这个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对照这里看一下每句 C 语言实际上都执行了哪些操作啊。然后左边的这个窗口是继承器组和状态标志位等信息，这个是单片机硬件底层很重要的东西啊。如果你用汇编编程的话，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非常清楚的。但如果你用的是 C 语言，那这些东西就不用管的。之后上面这一部分是程序运行控制的，第一个是复位啊，第二个是全速运行，第三个是停止全速运行，然后接着这四个是单步运行，跳过当前行单步运行，跳出当前函数单步运行啊，跳到光标指定行单步运行。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啊，这个黄色箭头指示的就是下一句将要执行的代码啊。我们当前的程序就是从 main 函数开始的，我们可以点一下单步运行，那它就执行到了下一行，然后再单步，它就进到了 RCC 这个函数里面来了。点击这个跳出函数，它就可以跳到函数外面来了。指定这一行，然后点击运行到光标指定行，那程序就运行到这个位置了。我们可以点击程序左边这里深灰色的区域啊，设置断点，然后点击全速运行，程序就会一直运行，直到断点停下。如果没有断点的话，再全速运行，程序就不会自动停下来了。那我们就需要点击这里的停止按钮，这样程序就会停下来了哈。可以看到目前程序停在了 delay 函数里面。然后我们点击 RST 复位，程序就会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啊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程序是在启动文件的复位中断函数里，说明复位后程序是从这里开始执行的。我们单步运行，可以看到，首先程序会跳到 system-init 函数里，继续运行，然后跳出函数，继续运行，应该就会执行 main 函数啊。不过它突然停不下来了，那没关系啊，我们停止一下，复位，然后指定到 main 函数，直接运行到当前行。现在可以看到程序就执行到了这一行，然后停下来了。好了，这就是调试模式下控制程序运行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可以精确追踪我们的程序是如何运行的。如果你不清楚程序是如何一步步运行的，那在这个调试模式里单步运行探索一下。
相信你对程序的运行逻辑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哈。当然，这只是调试模式下的一小部分功能，调试模式还有更强大的功能哈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一堆功能哈。第一个是命令窗口，我们点击它可以打开和关闭命令窗口。第二个是反汇编窗口，也是可以打开和关闭的哈。第三个是符号窗口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实时查看程序中所有变量的值哈。我们试一下，比如我想看一下这个 GPL elite structure 结构体的值，那就可以在这个窗口里找一下哈 main.c 里面，然后 main 函数，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变量了，里面可以看到结构体的3个成员。如果想看一下结构体值的变化，可以在这里右键哈，添加到 watch 1窗口，在这里就能看到结构体的值了。比如我们在这里单步运行，这里就能看到这个变量值的变化了，还是非常方便的啊。然后剩下的这里还有串口显示、逻辑分析仪等等，这些工具的功能也都是非常强大的哈，大家可以自行了解一下，我就不再演示了。另外我们还可以点击这个外设菜单栏啊，系统资源查看，这里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外设寄存器，比如我们选择 GPLA， 右边的这里就会显示 GPLA 外设的所有寄存器。那我们这个程序是翻转 PA0 端口对吧？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ODR 寄存器，选择 ODR0， 这个就是 PA0 的输出数据寄存器啊。接下来我们运行，可以看到这个 ODR0 竟然是实时显示输出寄存器的变化的。我们再在面包板上的 PA0 插上一个 LED 啊，可以看到 STM32 也是在实时执行程序的。我们点停止， STM32 的程序也停止运行啊，再点运行， STM32 程序也继续执行。虽然说这个实时变化会有一些延迟啊，但不得不说这个在线调试的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。STM32 实时执行程序 ，KO 软件实时显示外设寄存器状态，还能随时控制程序的开始、停止、单步运行。所以当你以后遇到一个比较难调的程序，比如不清楚程序是如何执行的，或者想要看一大堆变量却不方便显示的，或者想看一下寄存器是不是配置正确了，都可以考虑一下使用这个 Q 自带的调试模式啊。最后再说明一下，如果你想修改程序的话，是不能直接在这个调试模式下修改的。修改程序得先退出调试模式，重新编译，再进入调试模式啊，这个注意一下。那以上这些就是对 Q 调试模式的简单介绍。这个软件更多的功能还得需要大家自己慢慢探索了。探索的方法可以是这些按钮、菜单啊，都随便点点，看看有啥功能。或者百度搜索一下各个功能是咋用的，或者点这里的帮助啊，第一项，这里可以打开 KO 软件的官方帮助文档啊，这个帮助文档里有对这整个软件最权威、最细致的介绍。如果你对某个功能不熟悉的话，可以在这里找一找啊。好，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下节再见。